日内瓦会谈刚落幕，一纸看似中美合作的联合声明，让无数中国人松了一口气。新闻里说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从145%降到了30%，中国对美的报复性关税从125%降到了10%。双边握手言和，世界市场欢呼雀跃，股市一夜狂涨，港股暴涨3%，央视连夜播报。朋友圈、微博、知乎顿时一片欢腾，仿佛中美重回蜜月期，仿佛这是一场双赢的外交奇迹。但如果你打开协议细节，如果你看清楚每一项关税数字背后的真相，你会发现，这哪里是什么合作？这分明是一场堂而皇之的举国跪地的献媚。让我们掀开这层联合声明的华丽面纱，看清现实到底有多骨感。协议说，美国将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从145%下调到30%，看起来好像降了很多，对不对？错了，这30%只是新增部分的关税，真正的总税率呢，依旧高达50%。别忘了，美国早在2018年至2020年就已对中国加征了平均20%左右的基础关税，川普贸易战 1.0 再叠加芬太尼惩罚税 20%， 保留的对等关税 10% 的基线，加起来就是50%的高墙。而中国呢？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将从125%直接贵到10%，几乎是缴械投降式的大幅让利，50% vs 10%，这也能叫对等？这叫被打服了还要感恩戴德，这叫跪着吃土还要说土真香。这场会谈最大的看点被媒体包装成了90天窗口期缓和信号，可真正的谈判内容是怎样的？谈了个寂寞。芬太尼惩罚关税没有取消，只是表达积极沟通，依旧20%。301关税初始加征继续存在，19.5%至20%左右，毫无变化。对等关税34%、24%部分暂停90天，不是取消，是延迟处决。90天后如果谈不拢，直接恢复，关税瞬间从50%升到54%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国家的对美出口要扛着50%甚至可能54%的关税，还被迫说我们取得了进展，就像被绑架的人感谢绑匪说谢谢你今天没有打我。那么美国从这场所谓的缓和中拿到了什么？几乎是全部。继续高科技出口谈判，稳住美国芯片、光刻机巨头的全球份额，继续卖大豆和天然气，照顾川普的农业选区，继续管控中国产业发展，压制新三样的海外扩张，继续维持对中国出口管制和审查权力，掌握主动，甚至连选票都收割了。川普对着支持者说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重塑了贸易格局。而中国呢？得到的只是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联合声明，一次看似回桌谈判的90天冷静期，和一个回到其他国家待遇的自我安慰。中国到底是在谈判还是在磕头？这份联合声明对外贸企业意味着什么？是新生，还是更深的死亡通知书？来看看真实的数据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额下降 17.2%， 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最惨烈的一年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沿海5省外贸订单同比下跌 26%， 纺织品、电子产品、机械类全面萎缩。宁波、义乌、东莞、泉州多个工厂已转向内销或关门，出口比例骤降。外贸企业利润普遍缩水超过 50%， 大量小微厂商开始裁员、降薪、缩产。就连深圳的跨境电商大户也面临被关税榨干利润的绝望。一位浙江的老板在采访中说得很直白，
我们去年一整个厂的利润不够今年被关税吃掉的税金。再过90天，如果关税复原，我们就真的活不了了。在50%的税负压顶下，中国出口企业不再有竞争力，不再有利润，甚至不再有希望。很多人以为日内瓦会谈是中美重归旧好的信号，但我们冷静看，美国的真实意图从未改变。他要的不是谈判，而是战略压制加温水煮青蛙。川普曾在2020年被嘲笑打贸易战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而这次他选择的是保留关键领域合作，能源、农业、高科技，用高税率压制中国产业链上升，逼迫中国改革市场准入，放松科技审查，让外资犹豫，让供应链离开。这一切不是缓和，而是有计划、有步骤的温和脱钩。有人说，关税是政治博弈的武器，不会真的长期存在。但你看这份联合声明里，哪一项关税是彻底取消的？没有，全都是暂停、评估，未来再谈。这就像一个分手冷静期，表面上还在沟通，但心里已经打包好行李。川普的王牌是什么？选票、产业资本、美元霸权、全球话语权。中国的底牌呢？房地产泡沫已破，地方财政吃紧，青年失业率高企，制造业失血，出口受阻，消费低迷。甚至连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外贸数据也正在快速塌陷。这就是今天的现实。一场看似双赢的会谈，背后是赤裸裸的单边屈服。在川普再来一次的贸易战略下，中国像一个不甘心的赌徒，把最后一点点筹码压在90天后能再弹出奇迹。可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次这样的赌局：美墨协议，美赢；美加协议，美赢；美印协议，印度直接缴枪；美中协议，中国还能赢吗？有人说，这次中美联合通报是迈出了一步，是在正确方向上的积极姿态。但我们别忘了，这一步是跪着迈出去的。美国关税从145%降到30%，看上去是大幅让利，可别忘了，其中10%是基准税，20%是芬太尼惩罚税，一点没少。剩下的24%只是暂缓90天，不取消，不退还，不放松，只是按下暂停键。这和仁慈毫无关系，更像是刽子手给死刑犯发放的一次喘息许可。根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表态，美方对中国仍维持具有战略意义的控制力，只是战术性缓和，这不是绥靖，而是战略主导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只是被豁免了一会儿，下一刀什么时候落下，看川普什么时候高兴。别忘了，这是同一个川普，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，将中国商品税率从3%打到25%、45%，甚至145%。每一轮他都说赢得漂亮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中国还没赢就先跪了。最可怕的是，这场胜利通报后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中心已经从关税转移到战略默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美国不需要再提高关税，只需要用对等谈判这根绳子，把中国外贸企业拴得死死的。每次谈判就是一次检查功课，你芬太尼抓的怎么样了？你国企改革的怎么样了？你半导体行业还敢不敢补贴？你那条腿要不要我来剁一刀？这不是对等，这是失衡，这是师生的服从，是无奈的妥协，是把尊严送出去还要赔笑的卑微。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对美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3%，关税增加50%意味着每年出口企业的损失高达数千亿人民币。这些成本不是国家消化的，是企业、工人和普通百姓的血肉之躯在承受。哪怕仅以2023年数据计算，出口贸易受限
已经让超28万家出口型中小企业倒闭，而这还只是谈妥前的数字。90天内若谈不拢，54%的惩罚性关税会立刻生效，整个中国的外贸体系将陷入冰封状态，工厂倒闭，订单蒸发，裁员潮汹涌而至。这不是杞人忧天，而是已经在眼前的崩塌预告。